it's not on.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nry 刘宪华，谢谢。可能大家比较习惯在电视上或者舞台上见到我，但是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天，分享我的故事。谢谢。你有没有想象过做个明星是什么样子的吗？还有的，你们可能以为是充满掌声和尖叫的画面。在我小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以为一定会很酷，被那么多人喜欢，被那么多人崇拜，一定是一个很享受的明星生活。但是呢，等到我出道以后呢，我收到的不是掌声和尖叫。可能有尖叫，但那是反对我的尖叫。这个要放大声一点，才能感受到当时那是什么感觉。放大声一点吧。我们先不讲那么严肃，我们先让我回到更早一点的时候吧。当我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 ，Baby Henry， 我从小是学习古典音乐开始的，6岁开始学习小提琴，7岁开始学习钢琴。那时候就开始我的很严格的训练。大概每个暑假都会住在我小提琴老师的家，然后每天老师都会坐在这里盯着我练4、5个小时，一出错就会被骂 ，Henry。那时候非常的辛苦，也不能跟其他朋友一起出去玩，努力了很久，当然有收获。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小提琴好厉害。有任何的表演机会，我都会去表演。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不管我在哪里表演，在学校里或者在其他场地表演，我的鼓掌都是来自老师或者家长。在开始我没觉得有什么奇怪，我其实挺开心的，挺满意的。但是有一天，我看到另外一个同学。他表演了 Michael Jackson 的舞蹈，哇！那时候我还记得，反应跟我完全的不一样。现场呢，不管男生女生，所有同学都在疯狂的为他尖叫。这个时候呢，我就知道我走错路了。当时大家都以为我只懂古典音乐，只懂小提琴的一个 nerd， 很书呆子。我呢，我一直想让大家以为我很酷，一直都想帅。怎么办？没办法，我只是一个古典 nerd。我没放弃，必须帅。从那时候呢，我就疯狂的开始练舞蹈。大家知道那个很有名的 Moonwalk 吗？太空步。从我学会 Moonwalk 以后，我就没有正常走路了。真的，我记得有大概1年多，无论我要去哪里，我都是 Moonwalk 过去的。比如说，在学校里，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我都是。
然后呢，从这个教室到比如说餐厅，也是。然后呢，有时候，比如说迟到了，没关系，换一个 moonwalk， 快速 moonwalk。哎，那时候非常疯狂，永远都在练。但是呢，就碰到一个问题，妈妈不让我跳舞，她要我专心在读书，专心在练小提琴、钢琴。我呢，没放弃，每天要先练小提琴，等到我妈妈在忙其他的东西，哦，好，妈妈在煮饭，赶快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对着个小镜子，偷偷的在练舞蹈。后来呢，到高中，在学校里我组织了一个社团，跳 popping 舞蹈的社团，同时也是学校里小提琴社团的社长。哎呀，这个不用鼓掌，不用。小的时候然后呢，刚好这个时候呢，有一天，这两个社团的练习时间撞了，没办法，我必须两边都跑。所以呢，一边我在拉小提琴，比如说跟你们都是同学哦，哎，同学们一起调音。调好了吗 ？OK， 调好了。好，我们一起来，1、2、3。这个完了以后呢，我就马上赶到另外一边。这边呢，我就要跟同学们一起跳 popping。5, 6, 7, 8。在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灵感。我为什么不把小提琴跟 popping 两个在一起表演呢 ？Why not？You know you want me. 我的第一个 Why not 是把小提琴跟 popping 加在一起的，然后是因为这个 Why not 心态让我想让我成为了第一个把小提琴跟 popping 一起表演的人。
我可以喝一点水吗？然后也是因为这个 Why Not， 让我开始走艺人这条路。当时在学校有一天，很多同学们突然间他就一直在那边闹，哎 ，Henry 有一个很大的公司，他们来这里，他们要找新人，他们要办一个选拔赛，你一定要去。当时呢，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了解，也不知道这个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但是，我还是问了我自己 ，Why not？ 对 ，Why not 去试试看呢？所以我就去了，跟朋友排队了6个小时。然后你猜一猜我做了什么？我的第一个 Why not？ 小提琴加 popping。后来运气比较好，被选上了。我才发现，糟糕了，这个跟我爸妈对我的未来规划完全的不一样。我要去吗？我就问了我自己 ，Why not？ 我就决定去试试看。哇，我当时好开心，我以为我要去当个明星，被公司签了，我要出歌、出专辑、出名。然后当时呢，我也被加入到一个很红的组合。我以为被加入以后，我也会马上就会跟其他成员一样那么红。大家还记得一开始我放的那个声音吗？来，我们这样好不好？让我回到那个以前那个感觉，我们一起来吧，喊 Henry Lau，He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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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这个时候呢，我兴奋了，哇！第一个表演已经那么成功，大家都在为我尖叫，在喊我的名字。后来呢，公司同事过来，他说：“嘿，都很担心的跟我说，嘿 ，Henry， 你没事吗？”我说：“你没看到吗？大家都在为我尖叫哦，就叫我的名字。”他就说 ：“Henry， 他们不是在喊 Henry Lau， 他们在喊 Henry Out。”O-U-T， 观众朋友们，这是我出道第一个表演。哇，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到那个视频了，他们为什么反对我呢？我当时也一直在想，是因为我是一个新成员，新加入的，然后当时有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不要一个新成员。当时我就崩溃了，不知道该怎么做，非常难过。特别是因为我一直都想把我的第一个表演发给爸妈看，但是我实在不行，因为现场的那些声音都是反对我的声音，他们如果看到的话，肯定会很心疼。然后是因为这个事情呢，我的工作就减少了，也不能跟其他成员一起表演，也不能跟其他成员一起宣传等等，所以呢，就有很多自己的时间。我就在想，我的第3个 Why not？ 既然已经这样子了，我为什么不用这个机会提高自己，变得更厉害呢？我就开始学习音乐制作。那时候大概每天
10几个小时，就是一直在学习，编曲、写歌，很多乐器。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学不够，我还去了 Berkeley 音乐学院去接受更专业的训练。但是呢，学会这些，发现没用，因为我自己表演不了。当时还是有很多人在反对我，那怎么办？我就在想，嘿，叮，我可以为其他成员做他们的一些表演 ，Why not？ 所以慢慢的，我就开始为我的组合写歌。Let's go. Just let 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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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Just let it go. When I move your body, move your body, body. 同时，我也开始帮其他的组合、其他的歌手写他们的歌。Can we go? Can we fly away? This place we could go. Oh, oh. 我的第3个 Why Not 让我成为了一个制作人。然后因为这种 Why Not 心态，提高自己，大家也开始接受我了。甚至到今天，我还是不停的在问自己 Why Not。这个心态也变成我创作灵感的来源。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的 Loop Station 表演？当时我在想，为什么音乐只能被听到，为什么不能被看到呢？我就接触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叫 Loop Station。然后呢，通过这种表演，我可以让观众，让你们看到音乐，用新的方式来享受音乐。这是我的其中一个表演。我的再一次 Why not？ 我一直都以为我只能当一个音乐人，但是 Why not 就帮我打破了这个限制。大家喜欢看电影吗？这部有看过吗？还没出来已经说有哦。这个电影呢？那这一部电影呢？首先，我是一个音乐人，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一天我也可以去演电影，我也可以去当个演员。但是，我就问了我自己 ，Why not？ 我就决定要开始学习。所以呢，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准备了，不停的试镜、训练，学了各种东西，然后有时候也是为了一个角色，完全改变自己的外表。真的没想到会有一天，真的会有导演找我给我机会去演电影。这是我以前演过的一个电影，我们看一下。
这些电影上映了以后，我就有一个完全新的状态，因为以前我会以为有一些事情我是不会做，因为比如说，因为我从来没做过或者什么，但是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现在呢 ，anything is possible， 一切都有可能。因为 why not 这个心态，我尝试过小提琴加舞蹈 ，loop station 演电影，连现在我也是在不停的尝试新东西。大家，这是我的最新的 why not。前几天，我把节奏放在艺术上 ，why not？有很多人问我，哎，你是怎么做的才能做到今天的你？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心态，我的不停的在问我自己 ，why not？ 为什么不？今天我来这里是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the best is yet to come。Just keep asking yourself, why not? 当下次大家面对选择的时候，问问自己 ，why not? 谢谢大家。